好，对们下午好，上面咱们继续上课。昨天咱们已经讲到了第19页，这个胜利在望了，这个1/3出去了。那咱们今天讲完了呢，就讲完了这个一大半了，差不多。那么再加上下个礼拜咱们就是只会越往后讲，咱们这个讲的越顺利。所以呢，到下个礼拜3呢，咱们渴望能够全部结束。今天咱们讲课呢，争取也讲到9到10页，就是说争取咱们讲到第30页左右为止。好，由于这个时间比较紧迫，所以咱们就这个马上开始讲课，请大家把资料拿出来，请翻到第20页。翻到第20页，咱们从第20页开始往下面看。第20页的第一个单词开始看起 ，eruption，这是爆发的意思，特别是指火山等喷涌而出，或者是指人感情等迸发出来。总共加起来考了6次，所以是很重要的一个字。昨天我们提到了这个 escalate 这个字，就是逐步升高的意思。我们讲过逐步上升的一种电梯叫做 escalator， 这当然没有写到，但是它这儿已经名词动词各考一次 escalation， 表示逐步升高，也可以指人在地位上等的逐步上升。escape 是逃跑的意思，下面的 escapism 是作为主考试考过的，就是逃跑主义。逃跑主义。eschew 这个单词考的很多5次，几乎每一次都是作为主考单词考，它的意思是故意的，就是着意的来回避或者是戒除一些吸引人的东西，比如说这个吃喝嫖赌之类的东西，他故意的这个躲避开来叫 eschew， 所以这个大家记住。那么 esophagus 呢，来自词根 phag 表示吃，所以这个是食管的意思，食道，咱们吃饭的食道叫做 esophagus。这个呢是考过的，像这样的字呢，就是说你留下一点小小印象就行了。那么 esoteric 呢是考的很多的，主要是考反义词它的意思是秘传的，这个或者是像那种秘密宗教传递方式的，叫做 esoteric。那么像这样的单词，下面的 esoterica 就是由上面这个单词派生出来的。esoterica 考过一次，是考的主考字，意思是那种奥秘的而让外人难以懂得的知识领域等等，叫 esoterica。所以它常常跟 erudition 连在一起考，就是这个就是深奥难懂的意思。那么 espionage 呢是间谍活动 ，espouse 下面是支持拥护，这个大家都是学过的 espouse， 它来自 spouse 表示配偶，那么你再配偶一遍自然就是支持拥护的行为。spy 它来自 spy，spy 表现是间谍或者看的意思，对不对？所以 spy 呢是有远远看到、突然看到之类的意思，反正它是一种带有某种贬义色彩的，带有某种偷看或者远看的意思。但是它只考过一次，是个古怪的词，所以无所谓。essence 是精华。那么下面的 essential 是精华的、重要的、关键的 essentially。那么这个字呢，大家都非常熟悉了。下面 established 注意是稳固的或者已经建立起来的意思。好，那么下面的 establishment 是建立的名词。estate 是财产，尤其是指不动产，像地产土地、房屋之类的。那么国外通常叫做 real estate， 就是 real estate。real estate agent 是在美国，就是说在房产2级市场上的这个大量的这个就是房产员来进行房产销售的，叫 real estate agent， 需要这个大量的考试，简称 realtor。下面 esteem 是尊敬或者热爱的意思，它既包括了 respect， 也包括了 adoration， 所以它跟 adoration 如果连在一起是个同义词，就是它有热爱的意思，所以 esteem 的是被尊敬的、被热爱的。下面 estimable 考过2次，一次考的是可以估计的，大家都知道，那么就是来自 estimate， 就是估计。但是呢，还有一次呢考的呢是令人尊敬的或者能够让人尊敬的，就是 esteem 的上面那个字的形容词。那么这个也是要注意的。in strange 很好记，就是来自 strange 就是疏远的意思，所以呢 strange 是什么陌生，是什么疏远 ，instrument 是它的名词。H 呢，注意首先不要跟 H 相混，就是 ITCH 身上的痒一样是 H。H 呢是时刻，有时刻就是通过腐蚀的方法来刻东西，紧接着就引申为就是说深刻的铭记在心不忘，所以 etching 呢就是给人带来终身记忆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叫 etching， 比如说 etching story。所以这要记得。那么 etching 呢也可以指时刻雕像的这种名词。eternal 是永恒的。那么它的名词呢 eternity 就是 eternity 也用的很多，但是却从来没有作为考试词考过永恒的不变的状态。那么 ethical 呢是伦理的、道德的。ethical 有的时候也可以翻译成民族的、种族的就是跟 ethnic 混起来了以后的原因，但是主要的是伦理的、道德的意思。那么下面 ethics 就是伦理学。
叫它 ICS 伦理学。下面的 ethologist 是民俗学家或者是民族学家，有的时候也拼成如果变成这种那种民族学家，通常 ethnologist 的时候拼成，所以它这个单词呢是考的不多的一次。下面 ethos 是指整个民族、整个社会的精神风气和风貌，叫做 ethos。这个呢是一个大家记住的，就是来自这个 ETH 有的是表示民族嘛，所以来自这个概念。那么 etiquette 是指礼貌礼节，特别在社交场合的礼貌礼节。Eucalyptus 是桉树，是一种就是产生薄荷脑的一种树，所以也考的不多。Eulogy 这个考的很多，加起来考了8次，意思是赞扬颂扬的意思，赞扬颂扬说好话，通常是个褒义词。Euphemism 也考了很多，委婉的说法，就是不直截了当的说法，目的是为了避免冒犯别人，所以呢，委婉的用更好的语言表达，叫 Euphemism。下面 euphonious 跟我们上次讲到的 cacophony 刚好是相反的 ，cacophony 是声音难听 ，euphonious 是声音好听的，意又表示好。Euphoria 是指幸福愉快症，就是一种幸福愉快、高兴极点的那种，带有某种病症色彩了，像范进中举的那种状态 ，Euphoria， 所以也可以翻译成极度高兴。Evacuate 来自 vacuum 表示空，所以 evacuate 是撤空的意思，从一个地方把人给撤出去，比如说把整个楼都撤空了，叫做 evacuate。所以下面 evacuation，evade 是逃避，这个大家都知道。下面 evaluate 是估计、评估 ，evaluation，evaluative 是评估性的或者是有价值的，叫 evaluative。那么这个副词考的不多，这个形容词考的不多。Evanescent 转瞬即逝的 ，evaporate 是蒸发。来自 vapor， 下面的 evaporation 是蒸发的名词 ，evasion 是逃避，上面的 evade 的名词 ，evasion 逃避，有逃避也引申为借口。下面 evasive 就是逃避型的，或者就是干脆就是逃避的。所以呢，上面的名词加上形容词加上动词加起来也考了这个7、8次，所以要记住的。even-handed 就是公平的、公正的。这个下面 evenly 就是指道路等平坦的，它实际上是个可以作为这个形容词来用。平坦的、坦率的都可以用 evenly 来表达。下面 even-tempered 意思是脾气平和的不随便发脾气，脾气比较平和，都来自 even。eventually 是最终的。evict 是驱逐出去，特别是专门指那个房主合法的把房客给轰出去，比如说房客到了过期不交房租等等，把他给驱逐出去叫 evict。那么下面 eviction 呢是它的名词 ，evidence 大家都很熟悉，其实远远不止考过一次。evidence 作为动词考试，给什么什么作证或者给予证据的意思。下面 evince 是表明、表露，特别是表明、表露某人对某事的看法、感情等等。比如说 he evinced his sorrow over his death， 对于他的事，他表达了一种悲哀，叫做 evince。evocative 是唤醒、唤起的，特别是指唤起对于过去等的回忆的，叫 evocative。比如说这个 evocative story 就是唤起一种对过去的感情的这么一种故事，或者是电影等等 evocative。那么 evoke 呢是唤起人的情绪，或者是引起人的脾气，都可以叫做 evoke。evolutionary 和 evolve 它主要来自这个动词 evolve 就是进化发展，所以 evolutionary 都是指进化、改良、发展的意思。它跟 revolution 相比 ，revolution 是革命，革命带有某种推翻性和突变性，而 evolution 带有某种渐进性。exacerbate 是恶化、加剧的意思，特别是疾病等的变坏，或者是某种环境等的变坏 ，exacerbate 加重某种这个情况等等。它跟 aggravate 我们学过的差不多。exact 作为动词用是苛求、强求的意思，作为形容词用谁都知道是精确的意思。exacting 也是苛求、强求的，但下面的 exactitude 就是精确的意思，它来自 exact 作为精确的意思，所以既考苛求也考精确，大家记住。那么 exaggerate 呢是夸张、讲话夸张、夸大 exaggerate 的是被夸张的状态 ，exaggeration 是它的名词，所以前后加起来考了近20次这个字，所以也是很多的。exalt 是赞扬、极力赞扬、极度赞扬 ，alt 表示高的意思，所以把人说得很高叫 exalt。那么exasperation 呢，它说到是这个激怒、恼怒的意思，激怒、恼怒。spur 表示呼吸，有的时候，那么 spur 就是没有，就是说把人弄得很。实际上 aspr 本身是一个词根，意思是粗暴的意思 ，ex 表示把人的粗暴都弄出来了，就是使人很恼火、很恼怒的状态，一个 exasperation。excavate 是挖掘的意思，把东西从地下挖出来，或者把隐蔽的地方挖出来。cave 表示洞，也就是说把东西从洞里拿出来，也就是说园艺。
下面 exceed 是超越的意思，下面 excel 也是优越超越，但是这两个呢有区别。exceed 呢是在程度上或者距离上等等超越另外一个人，而 excel 呢是在优秀上面变得比别人更优秀，叫 excel。所以咱们的名词 excellence 和 excellent 这个形容词就来自 excel 这个字。那么在下面这个就是 except， 谁都知道除了什么什么之外，这个下面这个 exception 就是例外的意思。这个 exceptional 就是例外的，有例外的引申为优秀的意思。其实还有一个单词叫 exceptionable， 这个上面没有打进去，不知道为什么考过的，就是 exceptionable。exceptionable 意思是讨厌的、糟糕的、遭到人反对的意思。因为有 exception 有反对的意思在里面。那么 exceptional 呢是这个例外的或者是特别优秀的意思。下面 exceptionably 是它的副词。excess 意思是过度、过分，谁都知道，就是做事情过分。它考的形容词考的更多，就是 excessive。做事情到过分越轨的地步叫 excessive， 就是来自这个 excess。excessively 是它的副词。exchangeably 是互相交换、互相交流的意思，像钱币的兑换也叫做 exchange。excise 是剔除的意思，它来自 cis 词根，表示切，把东西给切出去，属于剔除。下面 excitability 和 excitable 也考了不少，意思是人能够激动的能够被鼓动起来的。一个人怎么鼓动他都不能激动，他们就是不能 excite 谁都知道是兴奋的意思，对不对？那么人能够兴奋起来，就是人能够激动起来。exclaim 是大声喊出来的意思， exclamation 是它的名词。exclude 是把人等等给排除在一个团体之外，排除，所以 exclusion 也是排除的意思，孤立的意思。exclusive 是排除的或者是唯一的，因为既然是排除的，所以下面 exclusively 是唯一的。比如说 I did this exclusively for you， 就是说我是特意的，唯一的为了你做这个事情。好。excoriate 来自词根 core 表示核心，所以呢把核心给弄出来就是剥皮的意思，有剥皮引申为严厉指责、严厉批评。下面名词考了2次，都是考的严厉批评的意思，就是 excoriation， 很少考剥皮的意思。excrete 大家都知道学过，内分泌叫做 secrete， secrete， 那么外分泌叫做 excrete， excrete 有范围引申为排泄的意思，排泄大便等等 excrete。好。exculpate 来自词根 culp， 表示的是罪行， ex 表示出了罪行，所以是无罪释放某人或者使某人无罪，叫做 exculpate。exculpatory 就是为无罪进行申辩的，申辩无罪的，就是比如说一次申辩自己无罪的讲话，就叫 exculpatory 这个 speech 证明自己无罪。好，下面 excursive 意思是离题的，词根 curs 表示跑的意思，跑出去了，所以离题。那么 execute 表示执行任务、实现任务或者执行死刑都叫做 execute。下面 execution 就是执行或者是执行死刑的名词。executive 是这个经理，应该翻译成就是管不具体部门的行政经理，叫做 executive， 相当于 manager。在上面的那个 executor 就不再是经理了，而是遗嘱的执行人。那么跟遗嘱执行人相对的，这没有选也没考过的，还就是这是刽子手，就是 executioner， 就是前面那个 execution 加上 er 变成 executioner， 那么跟 executor 的意义是不一样的。下面 example 是典范榜样，主要考的下面的形容词 exemplary 就是可以作为典范榜样的东西，叫 exemplary。那么 exemplify 呢就是示范的意思，用典型榜样来对什么进行示范，叫做 exemplify。那么 exempt 是免除的意思，比如说免税叫 exemption tax exemption， 免除某种刑罚等等也叫做 exempt。那么下面 exert 呢是努力或者是对什么东西施加影响的意思，比如说 he exerted a great influence on me， 就是他对我施加了一个重大的影响。那么exert还可以指个人努力的做事情，所以努力的名词就变成了一个责性，花力气、用力气来做事情。exhalation 意思是呼气。出气，或者是它来自下面的这个动词 exhale， 咱们已经知道了这个 inhale 等等，这就是吸气。exhaust 是耗尽、用尽的意思，或者是研究彻底的意思。咱们学过的 exhausted 作为形容词是精疲力尽的，谁都知道。但是下面那个 exhaustive 连考2次的一定要记住，它的意思不再是精疲力尽，而是什么？研究彻底的、毫无遗漏的。所以加上下面名词形式 exhaustiveness 等于考了3次，因此也是要记住的。
exhibit 意思是展览 ，exhibition 是展览或者展览会。下面的 exhibitionist 是喜欢出风头或者喜欢抛头露面的人，就是喜欢把自己展览给别人看的人。那么 exhilarate 呢，来自 hilar H-I-L-A-R， 表示的是高兴。大家大概知道另外一个形容词 hilarious， 对不对？如果这个很好笑、很滑稽，都叫做 hilarious。exhilarate 也就是指人高兴或者兴奋起来那么 exhilarated 就是非常高兴的、非常愉快的、好笑的。exhilaration 是它的名词，因此也考得不少。exhort 是 hot 是劝的意思，所以大家都学过一个劝说的叫 hortative。那么 exhort 呢，就是力劝某人去做事情，激励某人做事情。exhort 这个字跟 suggest 大家知道连在一起考过承诺类比。那么 exigence 是紧急的意思，这两个 exigency 和 exigence 都是紧急、急迫状态的意思，跟我们上次学到的 emergence 和 emergency 不一样。emergence 是 emergence 出现 ，emergency 是紧急，但是这两个呢都可以表示紧急，是不同的写法而已。所以 exigent 也是紧急的意思，急迫的、紧迫的刻不容缓的，或者是 exile 是流放，特别是把人从一个国家赶出去进行流放。下面 existential 意思来自 existence 就存在的那么这个很简单，这种词一般都不会主考次考。exodus 是大批的出走像这个难民大批的涌出自己的国家，就可以叫做 exodus。下面这个 exonerate 也是无罪释放的意思，来自 honor 表示的是劳动，所以有一个形容词叫 onerous， 就是繁重的、劳累的，就是来自 honor。exonerate 和 exoneration 都是无罪释放的动词名词。exorbitance 来自 orbit， 表示轨道，出了轨道自然就是越轨，所以这个单词呢跟刚才我们学过的 excessive 差不多，行为过度、越轨。exorbitant 也是越轨的。exercise 特别容易看成 exercise， 就是练习锻炼，但这个单词呢考过2次都作为主考单词考，就是驱除某种邪恶的东西，大家知道吧？比如说驱除一个观念，它也可以说 exercise。中间来自 orc 这个词根实际上表示巫术的意思。下面 exotic 谁都知道是来自异国他乡。expand 是发展扩大 ，expanding 是不断发展的 ，expansion 是发展扩大的状态 ，expansiveness 表示扩大，还可以 expansive 还可以指人的心胸开阔 ，expansive person， 这个它是一种扩大的状态。expectant 是来自 expect 预期，所以这个 expand 是预期的、预料之中的，或者是预料者，就是预料事情的人可以指。expectantly 是它的副词的形式。expectation 是人的期望。out of one's expectation 就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意思。up to one's expectation 就是达到某人的预期效果，叫做 expectation。expediency 和下面的 expedient 多是应急手段或者是权宜之计。大家记得这个 expedient 这个字在题目里面考过，就是俄国把这个阿拉斯加卖给这个美国是一种权宜之计，还记得这句话吧 ？expedient。好，上面的 expediency 也是这个。下面 expedition 是远征或者探险的意思，来自 PED 表示脚，把脚跨出去，表示远征要。expeditious 就是远征的，或者是指人有冒险精神的。expel 是开除的意思，以 PL 表示把人推出去、开除出去，或者是驱除出去。expend 是花钱 ，expendable 是东西可以被花掉的，或者是不太重要的。expendable 东西可以被花费掉。expenditure 是指人的总花费、总支出。experienced experimentation 的这个都很熟悉的，上面是有经验的，下面是实验的，或者是通过实验来证明，叫 experimentation。好 ，expertise 是指专门技能、专门知识，就是一个人在一个领域中有专门的专门技巧和专业知识。expiate 这个字考过2次，都是考的主考要记住，但是这个字好多同学都记不住，就是赎罪的意思，因为它没有太明显的词根在里面，它是对什么东西进行补偿或者对什么进行赎罪。你赎罪就要用实际行为对自己做的错误进行补偿，所以它有补偿和赎罪2个意思。expiate 要记住，这是20页，咱们把20页的150个单词再来一遍，从第一个读起。第一个 eruption, escalate, escalation, escape, escapism, eschew, esophagus, esoteric, esoterica, espionage, espouse, espy, essence, essential, essentially, established, establishment, estate, esteem, esteemed, estimable, estrange, estrangement, etch, etching, eternal, ethical, ethics, ethologist, ethos, etiquette, eucalyptus, eulogize, eulogy, euphemism,
euphonious, euphoria, evacuate, evacuation, evade, evaluate, evaluation, evaluative, evanescent, evaporate, evaporation, evasive, evasion, evasive, even-handed, evilly, even-tempered, eventually, evict, eviction, evidence, evince, evocative, evoke, evolution, evolutionary, evolve, exacerbate, exact, exacting, exactitude, exaggerate, exaggerated, exaggeration, exalt, exasperation, excavate, exceed, excel, excellence, accept, exception, exceptional, exceptionally, excess, excessive, excessively, exchange, exchangeable, excise, excitability, excitable, exclaim, exclamation, exclude, exclusion, exclusive, exclusively, excoriate, excoriation, execrate, exculpate, exculpatory, excursive, execute, execution, executive, executor, exemplar, exemplary, exemplify, exempt, exert, exertion, exhalation, exhale, exhaust, exhaustive, exhaustiveness, exhibit, exhibition, exhibitionist, exhilarate, exhilarated, exhilaration, exhort, exigence, exigency, exigent, exile, existential, exodus, exonerate, exoneration, exorbitance, exorbitant, exercise, exotic, expand, expanding, expansion, expansiveness, expectant, expectantly, expectation, expediency, expedient, expedition, expeditious, expel, expand, expendable, expenditure, experienced, experimental, experimentation, expertise, expiate。好，下面看第21页，咱们。好，下页第一个单词 expire， 它来自 spire， 表示呼吸，就是那么也可以表出，所以除了呼吸就没呼吸，所以是断气，或者东西到期了，期满了，所以失效了，叫 expire。explanation 是解释的意思 ，explain 的名词 ，explanatory 是解释性的、说明性的 ，explicate 也是进行明确的阐明、解释。它来自 plic，P-L-I-C 表示重叠，表示复杂。把复杂的东西说清楚叫 explicate。explicit 是表达等明确的、具体的，它的反义词是 implicit， 就是表达含蓄的。explicitly 大家很熟悉了 ，explode 是爆炸 ，exploit 是剥削，但是呢 ，GRE 中间主要考的是开发利用，利用某种资源叫 exploit， 所以下面 exploitation 就有剥削和开发利用两层意思。exploration 意思是这个探索的意思，探索研究。下面主要来自下面的动词 explore， 就是对什么东西进行探索。下面的 explosion 就是刚才的 explode 爆炸的名词。那么下面的 explosive 呢，就是炸药的意思，或者是炸弹，叫做 explosive， 它是个名词形式。当然也可以作为形容词用，爆炸型的，但是主要考名词形式。exponentially 是原意是 exponent， 是表示指数，数学上的指数。那么 exponentially 呢，就是在指数上呈增长趋势，也就是大大的提高，所以 exponentially 极大的数量上极大提高的意思有一种，它在填问题中间考过一次，当然不会作为主考词考，但你要知道这个 exponential 就是指数上的呈指数上升趋势。下面 expose 是这个暴露的意思 ，expose 是暴露出来 ，exposition 就是暴露或者是展览，暴露展览跟刚才的 exhibition 是差不多的意思这。下面这个 expostulate 跟 postulate 不一样 ，postulate 是假设、假定的意思，加上一个 ex 以后，它是劝谏、告诫的意思。比如说 expostulate you not to smoke 就是告诫你不要抽烟。exposure 也是把东西暴露出来的意思，暴露、展示叫 exposure。下面 expressed 是就是表达出来的，或者是这个有话能够说出来的叫 expressed。下面 expressive 是指人有表达能力的 expressive。
下面 expressly 就跟表达没关了，它是指特意的或者是特别的。I did this expressly for you 就是特意的为你做了这件事情。好，当然 express 作为名词讲还有特快列车等等，或者是特快专机等等的意思。那么 expunge 是删除，把特别是文字中间不想要的东西给它删除掉，叫做 expunge。exquisite 是指东西等做的精致的、精美的 exquisite， 包括食品、服装等等都可以。extant 是现存的，就现在还存在的，大家都知道，灭绝的叫 extinct， 那么 extant 呢表示现在还存在 ，extant animal 表示现存还有的动物。extemporaneous 是即席的、临时的，来自 temper 表示的是时间。extemporize 意思是即席创作、即席演出。extend 是往外延伸、延长的意思，往外延展、扩展出去可以是 extend， 比如说铁路一直往前延伸 extend forward。extended 就是延长的、延伸的，那么 extension 是延长延伸的名词。extensive 就是有延长延伸，引申为广泛的 extensive， 比如咱们说的贩毒就叫做 extensive reading， 做事情广泛的、到处蔓延的去做，叫做 extensively doing something。好，所以它的副词的是。extent 是做事情达到的程度，常常用在这个词 to this extent 或者 to some extent， 在某种程度上。好，到达什么程度？它前面总是跟一个 to。extenuate 是指人故意的减轻、掩盖自己的罪行 ，tenuate 表示拉的意思，故意把罪拉出去。extenuate， 所以 extenuating 就是减轻的或者掩盖的、掩盖、减轻自己罪行的。比如说 he extenuated his crime， 减轻了他的罪。注意了 ，extenuate 这个字不要跟我们刚刚学过的 attenuate 相混，只是使东西变细或者变稀薄。你把 ex 改成那两个字母 atten 就差不多了，就是后面是一模一样的。那么 exterminate 呢是根绝、灭绝的意思 ，terminate 表示边界，表示根，我们讲过了。这个 terminate 这个词根还记得我们说共同边界叫 coterminous， 还记得这个单词吗？好，那么这个又来了 ，exterminus 就是把根除掉。根除，下面这个 external 是外部的，有外部的还可以引申为无关的意思，不相干。那么下面 externalize 呢，就不再是外部的意思，它是指把你内心的思想外部化。它什么意思呢？就是使你的思想具体化、体现出来，叫 externalized。好，比如说他运用了这件事来 externalize 他的 ideas， 就是用这件事来把他的思想给具体化了。当然这个只考了一次，所以大家尽可能记住，反正是下面 extinct 是灭绝的意思 ，extinction 就是动植物等等灭绝 ，extinguish 是火等等被熄灭的意思 ，extinguish。那么这个字呢，不要跟 distinguish 就是区别、界别相混。下面 extirpation 又是灭绝的意思，所以考灭绝的单词会考的很多，我们已经学过了不少了。extol 那么极度赞扬的意思，跟我们刚才学过的 exalt exalt 意义差不多。extort 表示扭的意思，所以 extort 把人给扭出来，意思是敲诈勒索某人。下面 extortionist 考过一次的，除非主考单词考了，意思是通过恐吓来敲诈勒索别人的人，通过恐吓等手段来敲诈勒索别人的这么一种人 extortionist。好 ，extract 是指这个文章等的摘录，或者是把东西给拔出来提取。作为名词还可以指提炼出来的精华，叫 extract。拔牙就可以叫 extract a tooth， 拔出来，有拔出来引申为提炼的意思。下面 extraction 就是提炼物或者是提炼出来的这个部分摘录。excurricular 的 curricular 是课程的，所以 excurricular 就是课外的课外活动，比如说 curricular activities。extradition 这个单词跟 tradition 就是跟传统一点关系都没有，它是 extradite 就是引渡回去、引渡出去。比如说咱们中国把美国的罪犯引渡到美国，或者美国把中国的罪犯引渡过来，叫做 extradition。它来自动词 extradite 引渡的意思。好，下面这个 extraneous 是外部的、无关的，跟刚才的 external 有点差不多。extraneous 它真正考过反义词的，考的就是无关的，反义词就是 relevant 就相关的意思。下面 extraordinary 意思是异常的，或者是极其优秀的意思。下面 extrapolate 意思是推断。这 extrapolate 注意有一个叫做 interpolate， 就是把 extra 改成 inter， 就是插入在中间。extrapolate 呢插入在外面，所以呢 interpolate 表示篡改的意思，extrapolate 表示
推断的意思，因就是从内部的事情来推断外面的东西，就是通过已知的事实推断不知的这个结果，叫做 extrapolate。所以 extrapolated 就是被推断出来的，也就是说不是达成的事实。extravagant 都是奢侈的、浪费的意思，联合起来考了12次，所以大家记住。extreme 是极端的 ，extremely 极端的是副词，那么 extremes 是极端情绪，两个极端，所以加了一个 s 表示的是名词。extremist 是走极端的分子啊，极端分子。下面 extricable 是可以解救的、可以拯救的，它主要来自下面的那个动词 extricate， 表示解救，特别是把人从复杂的等等的困境中间给解救出来，叫 extricate。所以这个字考了3次，有2次是考的主考词。extraversion 意思是性格的外向，所以下面有性格外向的人叫 extrovert。我们已经学过了这个 introvert 和 extrovert 之间的差别和考试，所以应该很熟悉。extroverted 就是性格外向的、奔放的性格。exuberance 是指植物等繁茂的、茂盛的，但是呢也可以指人情绪兴奋的，叫做 exuberant， 情绪兴奋的状态。所以下面 exuberant 形容词也是茂盛或者是情绪高涨的意思。exude 是指东西流出来、溢出来，比如说液体等从什么中间渗出来，或者是慢慢流出来。比如说你把西瓜开一条缝，那么西瓜水就会从这个缝中间 exude out。exude。下面 exalt 是欢腾喜悦的意思，这是表达人的一个动作，欢蹦乱跳的欢腾状态，表达了人的一种自我满足。这个大家已经考过一个类比题了。eyebrow 就是眉毛的意思 ，eyewitness 就是亲眼目睹。状态。fable 寓言故事 ，fabric 是纺织品的意思，纺织品的总称。fabricate 就是由纺织品来的，意思是编织、编造的意思。后来变成贬义词，变成捏造的意思，可以捏造事实，比如说 fabricate a truth，fabricate a fact。下面 fabrication 是它的名词。facade 意思是建筑物等的外表，那么引申为人的，也可以引申为人的虚伪的外表等等，叫 facade 的表面嘛，跟内在的真正的不一样，有的时候会。facetious 是指人做事情爱开玩笑的、不正经的滑稽好笑的，叫 facetious。那么这个考过7次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facilitate 是指做事情变得更容易的状态，它主要是来自那种具体的设备设施，叫做 facility， 大家都知道。所以 facilitate 就是 make something easier to do。faction 是宗派、派别的意思 ，factional 就是闹宗派的、闹分裂的 ，factionalism 就是宗派主义，搞小分裂活动。factious 也是有矛盾的，或者是这个有派别活动的意思。下面这个 factor 是指事情的因素或者是起因，有的时候叫 factor， 事情产生的因素。factual 是事实上的、实际的 ，factual 是它的副词。fetish 意思是时髦的或者追求时尚的，它来自 fad 原来是指那种追求时髦的那种人那么 fading 呢，它来自动词 fade， 是这个褪色或者是衰退的意思，所以 fading 是衰落、衰退的名词。faint 是人头发晕、头脑发昏的意思，叫做 faint。那么这个 faint 呢，不要跟等会我们讲到的另外一个 faint 就是 feint 相反 ，feint 表示部队的佯攻或者伪装进攻等等的状态。fairness 公正公平状态 ，faith 信仰信心 ，faithful 充满这个诚心的 ，faithfulness 它的名词。fake 是假的，比如说 fake money 就是假钱假币，跟我们前2天学过的 bogus 是一回事儿。bogus 大家还记得 bogus。fallacious 是这个错误百出的，是容易犯错误的。那么 fallacy 呢，就是错误谬误。fallibility 是指人能够犯错误、容易犯错误的状态。fallible 是易错的或者是错误的，都来自于词根这4个字，就是 fall 表示错。下面的 fallow 是休闲、休耕的意思。那么这个字呢，不要跟 fellow 就是家伙或者是小伙子 fellw 相混，休闲、休耕。falsehood 的意思是虚假或者是错误、谬误。falsification 是篡改的意思，就是把东西有真的变假，来自它的动词 falsify， 篡改。falter 是动摇、犹豫、走路不稳。familial 意思是家族的、家庭的。familiarity 意思是对事情的熟悉、熟知。下面 familiarization 是指熟悉过程，对东西越来越熟悉 familiarize。 比如说 you should have to familiarize your materials before coming to the classroom， 就是 familiarize。famine 是饥荒 ，famish 是因为饥荒等和挨饿的状态，所以 famish 就直接翻译成挨饿。
fanatic 是狂热者 ，fanatical 是狂热的，都是指做事情狂热到了没有理智地步的状态的人，叫 fanatic 或者是 fanatical。下面 fanciful 是充满想象的、不切实际的。fan 是蛇的等等的尖牙齿那种毒牙，叫做 fan， 尖牙、虎牙。fantastic 是奇妙的意思，同样是某种事情出乎意料之外，但是呢，却让人感到特别兴奋和奇妙的状态。比如说，你进了迪士尼乐园，你会觉得它是 fantastic， 而实际上在迪士尼乐园里面就有一个地方叫做 Fantasyland， 就下面的名词 Fantasyland 就是梦幻乐园，就是你进去了像做梦一样各种各样的东西，就是通常是指非常美好的东西，所以常常咱们口语中说东西特别好的时候 ，it's fantastic， 就这样说。farce 是闹剧的意思，是吧？就是胡闹、吵吵嚷嚷的这个不正经的短剧等等。fare 是交通费用飞机票、船票，这个考过一次，就是交通是要出这个船票费、车费叫 fare， 那么教育呢要出学费叫 tuition。farewell 是告别的意思。farewell 告别 ，far-reaching 是影响深远的，就达到很远的状态。那么 fascinating 是令人入迷的 ，fascination 就是入迷的状态。fashionable 和 fashionable 都是时髦的。fasten 意思把东西系紧、加固。下面 fastidious 意思挑剔的，但这个字除了挑的意思外，还有过分认真、过分一丝不苟的意思，请记住了，就是说过分挑剔、不让出一点毛病的意思。而这个意义在考类比题的时候是考过的，大家记得 fastidious， 挑剔的是坏的，但是呢。一个对什么事情什么一点点毛病都不放过的人叫做 fastidious， 它跟 meticulous 放在一起搞 ，meticulous 已经是谨小慎微的意思了，但是程度还不如 fastidious。fastidiousness 下面fatal 是致命的 ，fashionable 来自 fashion 原来是指英国测量水深的单位，一个旬通常翻译成，那么 fashionable 就是水可以测量的，就是深度可测的，引申为讲的话等等呢，可以理解的也叫做 fashionable。下面 fatigue 是疲劳的意思，大家还记得它的一个形容词 indefatigable， 就是不知疲倦的，可能是大家反而考的是更多。下面 fatiguing 就是令人疲倦、令人劳累的，在GRE中间考大量的厌倦、疲倦之类的字考的特别的多这是美国人的一种通常产生的感觉。好，属于美国人造好多药，叫做 antidepressant antidepressant 就是抗那种压抑药，因为美国人平时生活不少还是挺压抑的压抑的人特别的多。美国人平均统计，美国原来在美国工业社会以前，就是说大概所有的人都要到70岁左右才能开始产生某种压抑症，现在呢是27岁就开始产生压抑症了。好 ，fatigue 咱们中国好像也差不多。好，就是咱们压抑也挺重的，大家坐在这的人每个人都愁眉苦脸的样子，很少能看见一个人脸上容光焕发突然跑进来的样子。这个即使到了美国也不能改变。我在耶鲁大学的时候，刚好是冬天，看到美国的小姑娘那个大学生穿着超短裙在那打雪仗脸红扑扑的，感觉到你就觉得就是那种美好。但是呢，所有的中国学生都穿着2件那个皮夹克和这个老棉袄，背着一个50斤重的书包在路上走，都是这样把咱们中国的习惯也带到那边去了。而这个是事实，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学生他必须争取第1名在美国大学，否则他的奖学金就有可能被取消。所以为了那1份奖学金，他就是不能像美国学生一样去这个抛弃一切的去玩，而且呢，咱们背上还背着一个沉重的2000年的负担。完了，还有这个沉重的这个以后你的父母依赖你的将来等等等等一系列东西所以中国人总是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通常是。Anyway， 这就是 fatiguing life。好，下面再来看这个 fatten， 就是变胖了、变肥了，尽管很压抑，但是也有人长胖。好 ，fatuity 和 fatuous 跟胖没关了，并不是说胖的人才愚昧。下面的 fatuity 和 fatuous 它都是愚昧或者是昏庸的意思，特别是常常是指政权者、当政者，像皇帝的新装里的皇帝就叫做 fatuity 或者 fatuous， 它跟胖倒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但是可以根据这个字来记。下面 fatuousness， 下面 faucet 是水龙头的意思，那么 fault 呢是错误、缺点，但是 fault 除了考错误缺点，还可以找考那个地震的时候的什么断层裂缝。对了，这个要记住。下面 fault finder 意思是挑错的人 ，faultless 是没有错误的 ，faulty 就是有缺点、有错误的。下面 favorable 是当然是让人喜欢的或者是可爱的。那么 for 呢是小鹿的意思，但是呢小鹿的意思从来没考过，倒是要记，因为它万一考到一个老鹿和小鹿的区别就麻烦了。好，那么
fawn 主要的意思是奉承拍马的意思，对不对？所以下面的一个形容词 fawning 就是奉承的、拍马的，这个是考过多次了。fearful 和 fearlessly 都是恐惧的或者是不恐惧的。下面 fearsome 也是，就是说它有程度比较 fearsome 呢，有点害怕，上面的 fearful 呢是充满害怕，那么 fearless 呢就是一点都不怕。下面 feasible 注意翻译，它的意思应该是可行的或者可信的意思。某个计划、某个事情，你觉得 feasible， 比如说你做的一个工程计划 ，I say it is feasible， 就是这个挺切合实际、挺可行的，所以它的同义词通常是 believable 或者 practical 是它同义词。那么下面 feather 是羽毛 ，feckless 呢是指人做事情无效的或者是没有目的的、无目的、没有计划的做事情，做事情无效的状态叫做 feckless。好。那么这个单词呢，跟 reckless 相反 ，reckless 就是 reckless， 就是轻率的意思了，那就是。那么下面 fecundity 是指东西肥沃的状态，或者是东西多彩的状态，像这个树长得很茁壮，也叫 fecundity。通常是指这个就是生育方面，生育能力特别强的状态 fecundity。比如说人如果一下子生出4个小孩，这就是 fecundity。还有1年就能生出2个小孩，叫做 fecundity。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当时农村庄上就有这个弟弟妹妹是同一年生的，一个是1月生的，一个是这个12月生的这个叫做 fecundity。那么这个苹果树等这样的果树上面积满了果子的状态也叫做 fecundity 的状态，这要记住了。feeble 是虚弱的意思， feign 是假装。好，下面 feign 的就是假装的、装模作样的，这个字考过2、3次这个反义词了，我记得。下面 feint 是佯装，部队假装或者是佯装进攻的状态 feint， 所以刚才的那个发音不要搞混。下面 felicitous 呢，原意是幸福的意思，包括下面的 felicity 幸福，一种相当 happiness。但是呢，GRE 中间考的意思主要不考幸福，而是靠什么呢？得体的、恰当。叫 felicitous 是得体的，做事情特别得体，你做事情一得体，别人就会幸福。对不对？就会愿意跟你打交道，它叫做 felicitous。那么 felicity 是它的名词。fail 呢，当然不是掉下去的意思，而是有伐木的意思或者砍伐的意思。主要是要考到，它也只会考砍伐或者伐木。好，这是第21页，咱们再把这个单词读一遍。我读的时候，你一定要想中文意思你不要跟着我读下去就稀里糊涂听我的声音。我的声音那么难听，有什么好听的，对不对？关键是你要想它中文意思是什么。咱们再来从第一个看起。好。expire, explanation, explanatory, explicate, explicit, explicitly, explode, exploit, exploitation, exploration, explore, explosion, explosive, exponentially, expose, exposed, exposition, expostulate, exposure, expressed, expressive, expressly, expunge, exquisite, extant. Extemporaneous, extemporize, extend, extended, extension, extensive, extensively, extent, extenuate, extenuating, exterminate, external, externalize, extinct, extinction, extinguish, extirpation, extol, extort, extortionist, extract, extraction, extracurricular, extradition, extraneous, extraordinary, extrapolate, extrapolated, extravagance, extravagant, extreme, extremely, extremes, extremist, extractable, extricate, extraversion, extrovert, extroverted, exuberance, exuberant, exude, exalt, eyebrow, eyewitness, fable, fabric, fabricate, fabrication, facade, facetious, facilitate, faction, factional, factionalism, factious, factor, factual, factually, fetish, fading, faint, fairness, faith, faithful, faithfulness, fake, fallacious, fallacy, fallibility, fallible, fallow, falsehood, falsification, falter, familial, familiarity, familiarization, famine, famish, fanatic, fanatical,
fanciful, fan, fantastic, fantasy, farce, fair, farewell, far-reaching, fascinating, fascination, fashionable, fashionableness, fasten, fastidious, fastidiousness, fatal, fathomable, fatigue, fatiguing, fatten, fatuity, fatuous, fatuousness, faucet, fault, fault finder, faultless, faulty, favorable, fawn, fawning, fearful, fearless, fearlessless, fearsome, feasible, feather, feckless, fecundity, feeble, feign, feigned, faint, felicitous, felicity, fail。好，请翻到22页。